在我们思想之间的安静空间中，蕴藏着未开发潜力的源泉。今天，我们站在发现的门槛上，释放你内心的巨大力量。我将向你展示3个极其简单的步骤，快速地唤醒你的灵性能力。你可能想要知道灵性能力到底是什么，将它们视为你的精神感官，就像视觉或是听觉一样。但灵性能力是调谐到宇宙的频率，将可见与不可见、已知与神秘融合在一起。无论你是经验丰富的灵性探索者，还是刚刚开始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，这些步骤都适合每一个人。如果你现在不方便做练习，记得把视频收藏起来，等到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做练习。那么带上一颗开放的心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步，拥抱你的直觉。直觉通常被比作第六感，一种通过感觉而不是语言进行交流的内在指南。当你感觉不对劲时，这种预感会推动你，或者是指导你做出大大小小的决定。拥抱你的直觉，就是承认并信任这种内心的声音，让它成为你决策过程中有意识的一步。要真正拥抱你的直觉，需要与它建立关系，就像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建立关系一样。它需要我们的认可，并通过关注和实践而成长。比方说，你可能觉得应该采取不同的路线去上班，那就改变一下路线。或许突然想到了某一位老朋友，那么不妨打个电话给对方。这些动作可以增强你的直觉肌肉。还有，当我们让头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能够感觉到直觉常常在低声地说话，但是很容易被日常的生活噪音淹没。每天花一些时间保持沉默，即使只是几分钟，冥想、深呼吸，或是只是静静地坐着，都可以帮助清除思维中的杂音，并放大直觉的声音。记录你遵循直觉和不遵循直觉的时间，然后注意它们的结果。这将帮助你看到模式，并学会区分真正的直觉力。另外，在我们睡觉前，可以就一些特定的问题寻求指导，注意你的梦或是醒来后的第一个想法。直觉可以通过这些潜意识的渠道和我们进行交流，提供你的意识可能会忽视的见解。通过将这些实践融入到你的生活中，你将开始认识到直觉是你意识中自然而可靠的一个方面。拥抱你的直觉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面临挑战，但当你在应对生活的复杂性时，它是一个强大的盟友。拥抱直觉的关键是信任，相信自发产生的感受和见解。通过以下的一些练习，你会发现你的直觉力就像指南针一样，始终指引着你走向真正的北方。练习直观的能量流可视化，尝试这个简单的练习来挖掘直观的流程。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深呼吸。如果感觉合适，就请闭上眼睛。现在想象一下，一股能量流在你的体内盘旋，将你与一个和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更大的意识连接起来，感受它的温暖。当你吸气和呼气时，观想这种能量变得更加的主动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知道某件事，却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，你正在使用你的直觉，就像是肌肉一样。我们对这种能量的运动越多，它就会变得越强、越清晰。当你准备好以后，睁开眼睛，带着这种高度的意识去度过你的一天。请注意那些小小的推动和信号，它们不仅是巧合，它们是路标，引导着你沿着你的灵性旅程前进。
请定期地练习这种可视化，它是呼唤我们内心声音的强大工具。当你确实听到它时，请相信它，这是宇宙对你的引导。拥抱我们的直觉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，这是迈向更加充实、更加互联的生活的一步。这是关于认识到我们是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，并且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巨大的知识库。所以从小事做起，请相信这个过程，每一次伟大的旅程都是从一小步开始的。你的直觉正在等待，准备与你一起迈出这一步。第二步，发现你的主导心灵感应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丰富的心灵能力，等待我们的关注并付诸行动。这些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5种身体感官，为我们提供了与超越平凡的世界互动的方式。灵视力，这也许是最广泛认可的通灵感觉。那些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可能会收到有关人或事件的直观视觉线索，这些可以在脑海中显现为生动的形象，就像心理电影或是快照一样。或许你从未去过某一个地方，但是它会向你展示得非常的清晰，就像你去过一样。聆听力，拥有聆听力的人可能会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信息。这不仅限于声音，还可能包括音乐或是铃声等等，甚至是世界喧闹时的完全寂静。它指向一个启示或是警告。这并不总是戏剧性的，有的时候它只是一声耳语，它会引导你走向或远离某条特定的道路。灵性的感应能力是人们具有感知他人的身体和情绪状态的深刻能力。当我们可能走过一个房间，在没有人说话的情况下，立刻感受到紧张的气氛，或许可以感受到远方朋友的苦恼，体验陌生人的快乐。这种感受能力深深根植于同理心，通常需要仔细的管理，防止过度的超载。清晰的认知能力，拥有超能力的人有一种认知的能力，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感觉，认为某件事情是真实的或是即将发生。这可能是在拿起电话之前就知道是谁打来的，或者在没有研究过问题的情况下突然洞察到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这是一种我就是知道的肯定的感觉。清晰的嗅觉和味觉，与嗅觉和味觉相关的心理感觉不太常见，但同样的有趣。有些人可能会闻到已故亲人的香水味，作为他们存在的标志，或是尝到一些将他们与记忆或感觉联系起来的特定的东西。这些感官中的每一种都是宇宙与我们交流的渠道，提供超越我们身体感官感知的指导、远见和理解。发展它们就是让自己接受一系列经历的交响乐，这可以丰富你对世界看不见力量的理解。通过关注这些微妙的线索并承认它们，就可以开始增强我们的这些感知能力。就像转动收音机上的按钮一样，突然间你就调到了一直在播放等待你收听的广播。抱这些灵性的感官，让我们不仅能够用眼睛，而是用我们的整个存在来感知世界。这是一次发现的旅程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接近万物的真正本质。关于这个步骤的练习是识别你的灵性感应。这项练习将帮助你发现在这些感觉中的哪一种是你的主导感觉。请花一点时间思考下面的问题。在事情发生之前，你是否经常在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形象？你是否能够轻松地想象结果，或是回忆起其他的人可能错过的视觉细节？或者是你对声音敏感吗？也许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。你是否发现你经常听到内心的声音在引导你呢？
还是你是否只是了解事物而没有任何的逻辑依据？这可能是突然在顿悟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确信某件事情是真实的。另外，你也可以感受一下，你是否经常被别人的情绪所影响？你能够走进一个房间，就立刻感受到房间里的气氛吗？当你思考完这些问题之后，请选择最能够引起你共鸣的感觉。这可能是你占主导地位的灵性感觉。当你找出了你的灵性感觉之后，让我们来重点的加强这种意识。如果你是一个视觉型的人，请通过在脑海中想象不同的场景和结果来进行练习。如果你是听觉型的，请注意周围微妙的声音，并聆听你内心的声音。对于那些有强烈感知的人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因为那并不是你的头脑猜测。如果你具有同理心，请尝试融入他人和环境的感受，并学会区分是自己的情绪还是周围人的情绪。发展心灵的能力就像训练任何肌肉一样，当你使用它的次数越多，它就会变得越强。对自己要有耐心，如果需要时间才能看到进展，不要灰心，关键是持之以恒，有目的的练习。通过理解和培养你的灵性感觉，你打开了一个新的感知维度。这种增强的意识可以指导你做出决定，理解他人，并以深刻的方式来感知世界。第三步是在培养灵性能力中注入乐趣。在追求发展你的灵性能力的过程中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个旅程可以带给我们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。灵性的发展并不是一项庄严的或者是严肃的努力，相反的，我们需要采取轻松有趣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灵性成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当我们加入了快乐的元素，它就能够让我们变得愉快，释放掉不必要的压力和期待。我们可以把灵性的发展想象成是一场充满兴奋和神秘的寻宝活动。不要因为在灵性的道路上而感到有负担，而是带着好奇心、奇迹或是冒险的感觉来接近它。就像孩子发现新的能力一样，当我们采取这种顽皮的态度时，你会发现你的灵性能力会更加自然、更加轻松地发展。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练习，是针对每一种灵性感觉量身定制的练习。在享受乐趣的同时，增强我们的灵性肌肉。我针对每一种灵性的感觉设计了这些练习。灵视力，可以尝试玩心灵捉迷藏的游戏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个朋友或是家人躲在某一个地方，试着用你的灵性之眼看他们在哪里。你练习的越多，你的灵视力就会变得越加的清晰。聆听力，闭上眼睛，聆听舒缓的音乐或是大自然的声音。当你在聆听时，请注意你在脑海中浮现出的任何微妙的信息或是词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可能会发展出更加清晰的聆听力的能力。灵性的感觉，抓住某一种物体，比如说水晶、织物或是照片，专注于它们在你内心唤起的感觉和情绪。练习的时候，请你相信你的直觉和感受。当你拥抱自己的感觉时，你的洞察力往往就会增强。清晰的认知能力，用一副纸牌玩猜谜的游戏，在看不到牌的情况下，尝试直觉地猜测它们的花色或是号码。当你继续下去时，你与生俱来的能力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。你可以每天花几分钟进行你选择的锻炼，并在日记中跟进你的进度，奖励自己在一路上取得的小成功。在这些练习的过程中，保持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，所以尽可能的让你的周围都是支持你的人，志同道合的人，他们会鼓励你的成长，避免不被看好或是自我怀疑，
因为这些会阻碍你的进步。对灵性世界的魔力和奇迹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并相信你的能力会随着时间和练习而发展。你迈出的每一步都离释放你的内在潜力更进一步。你的觉醒不仅改变你的生活，同时也改变你周围人的生活。请拥抱你独特的天赋和才能，在这个世界上闪耀你的光芒。感谢你加入这段灵性旅程。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视频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灵性觉醒的内容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见，满满的爱与祝福。